2010年11月4日下午，时任腾讯公关部总经理刘畅在北京腾讯总部召开了新闻记者发布会。发布会上，腾讯正式宣布 QQ 不再兼容360。而在那个时期，网上所有的舆论几乎都一边倒的在声讨腾讯，甚至连在场的一些记者在提出问题的时候，情绪也是非常的激动。刘畅开场说道：“这是腾讯成立12年以来最惨烈的一次行动。昨晚腾讯1万多名员工彻夜未眠。”说完这段话之后，刘畅就开始哽咽，并且痛哭。这是得到腾讯官方认证的企业专辑《腾讯传》书中所描写的3Q 大战的场景。那一年巨大的公关危机以及360的强力出击，差一点要了这只未成年企鹅的命。幸运的是，腾讯并没有在这次危机中倒下，而是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最终脱胎换骨。在之后的10年里，腾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10年之后的今天，他们又一次遇到了公关危机，而这次的主角也从360杀毒软件变成了老干妈辣酱。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半夜2点紧急蹭热点的小王。腾讯和老干妈的事最近几天疯狂反转，一直在认真吃瓜的我脖子都给看扭了。给瓜没吃全的小伙伴们描述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有仨骗子冒充老干妈的工作人员，假造了老干妈的公章，在腾讯这边呢投放了一整年价值上千万的广告，就为了骗腾讯的 QQ 飞车点券。结果1年过去了，腾讯才反应过来老干妈这钱没到账，于是腾讯反手把老干妈给告了，并且请求法院呢冻结老干妈1600万的资产。然后老干妈这1600多万的资产确实就被冻结了，然后老干妈就报警说腾讯被忽悠了，这仨人不是我的人。然后这个时候腾讯恍然大悟，发现事情并不简单，自己成了这个事儿里边的唯一输家。作为中国互联网巨头中的巨头，腾讯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于是7月1号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公关视频。在这个视频里面，腾讯把自己树立成了一个被骗的憨憨形象，把自己说的呢特别的朴实，特别的可怜。别人买一瓶假的贵8块，我贵1600万。然后呢，慢慢的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对腾讯越来越有利了。财大气粗的企鹅难得被玩一次，吃瓜群众们呢瞬间就觉得，哎，好像这家公司没那么高冷，离我们的距离更近了。有一些人开始拿这个事儿当一次成功的营销案例来复盘的时候，到了昨天7月2号，我们发现整个市面上的舆论发生了重大的反转。现在再打开腾讯的那一条公关视频，你会发现满屏幕大多数的弹幕都是在骂腾讯，所有的谴责都指向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腾讯你给老干妈道歉了。那到了7月3号2点20分的现在为止，腾讯在整个这个事件中的公关行为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失败的颓势了。那回到标题，一次公关危机真的能够动摇腾讯帝国吗？的确，现在呢，无论是把腾讯当成一个资本，还是当成一个最头部的互联网巨头来看，它都很难被动摇。但如果我们沿着今天老干妈事件的思路，翻开中国互联网以及腾讯这家公司的历史，也许我们能够有很多新的想法。开头我们提到的3Q 大战，表面上看起来是360以及疯狂的周鸿祎对腾讯的一次闪击战，而实际上这其实是中国当时大半个互联网行业对于腾讯这家公司的积怨的一次终极大爆发。2010年7月24日，一篇标题为《狗日的腾讯》的文章在各大网络平台纷纷发表。这是2天后发表的《计算机世界周报》的封面文章。计算机世界的封面也简单粗暴地表达了当时媒体以及舆论对于腾讯满满的恶意。3把尖刀插在我们熟悉的那个可爱的企鹅的身上，并且还流着血。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猛烈地抨击了腾讯在整个互联网行业的抄袭行为。美团上线4个月，刚刚站稳脚跟，腾讯就推出了 QQ 网购网。刚刚推出的小游戏平台3366，无论从网站设计上还是从小游戏的类型上，都和4399几乎没有任何的区别。在棋牌游戏大战中输给腾讯的鲍月桥离开联众之后呢，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他说他现在投资的原则之一就是他只投腾讯不会做的项目。看到这篇文章这么不留情面的去攻击腾讯，其他的互联网公司当然不能坐视不理呀。于是国内几乎每一家门户网站都转发了这篇文章，腾讯这一下子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关危机。因为腾讯高管回忆到，当时小马哥紧急召开了总裁会议，长达1刻钟的时间里，整个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敢发言。最后小马哥开口了，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他们怎么可以骂人呢？”文章发布的第2天，腾讯发声回击道，计算机世界作为一家专业的媒体，竟然在没有任何对腾讯的采访的前提下，就用恶劣的粗言抨击腾讯这样一个负责任的企业。有意思的是，腾讯的这一条回击在官网上没有任何评论的入口。8月份，1年1度的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召开，腾讯爸爸给主办方砸了120万，以至于主办方给了腾讯过多的展示资源。这可是互联网大会呀！这样的行为引起了整个互联网行业极大的不满。搜狐和新浪直接提出拒绝这次活动的报道。新浪曹国伟、搜狐张朝阳、阿里的马云、盛大的陈天桥，这些每年必到的大佬，在这次活动中纷纷缺席。9月上旬，由于腾讯 QQ 医生的步步紧逼，同样在做杀毒软件的大佬周鸿祎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周鸿祎自己后来披露，他当时呢以短信的形式跟马化腾提出了合作。
作，希望腾讯能够投资360，然后两家一起去搞百度。同时，周老板也对马老板说，我可以帮助你投资一些像迅雷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其他的企业建立在你腾讯的平台之上，这样你既有了创新，又保证了腾讯仍然是第1大互联网公司。意气风发的马老板真没给周老板面，直接回绝了，理由是这些公司没有任何的价值。我真的挺好奇他说的这些公司里边到底有没有包括360。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在弹幕上脑补一下，周鸿祎看到他这个回复的时候，心里面想的到底是什么？我个人感觉，周鸿祎当时脑子里边想的一定是一句话，就是我真他妈给你晒脸了。9月27号，360发布针对 QQ 的360隐私保护器，并且在360的网站上呢开设了一个名叫“用户隐私大过天”的专题。专题里边都是一些什么文章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些文章的标题：QQ 窥探用户隐私由来已久 ，QQ 侵犯用户隐私 ，QQ 承认窥探用户隐私 ，QQ 窥私目的，请慎重选择 QQ。这可是10年前呢，当时大多数的互联网用户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是完全没有认知的，所以360搞这一下子，当时所有用 QQ 的用户都懵了。为期1个多月的3Q 大战，让腾讯前前后后流失了2000多万的活跃用户。提到这件事儿，马老板至今都心有余悸，因为他觉得如果这个战争再拖下去一点点，可能腾讯的用户就流失殆尽了，那腾讯也很有可能成为不了今天的这个腾讯了。最后，公关部的总经理在新闻发布会上泪洒当场，也印证了整个这个2010年对于腾讯来说到底有多痛。这个月的24号是狗日的腾讯这篇文章发布10周年的日子。10年过去了，小马哥显然已经采纳了周老板当年的建议。腾讯通过投资、通过合作，甚至通过搭建平台，已经让他自己成为了一家生态企业。无数的公司、无数的创业者借助腾讯的微信生态迅速成长。我们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腾讯在10年前的那些事儿发生之后，他们所做出的反思与改变。但腾讯这家企业对于其他公司以及小个体的强势，在今天依然非常的明显。阅文的事件一波未平，现在的老干妈事件一波又起。当一个企业在同一时间点里同时激怒了它的用户以及行业里面其他的大多数企业的话，无论它的规模到底有多么的庞大，它都很有可能会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回看了整个2010年腾讯的遭遇之后，我们再来看腾讯跟老干妈的这个事件，可能真的就没有那么的不痛不痒。最后再聊聊公关这个事儿，公关这个概念已经诞生了100多年了，通过专业手段引导舆论是公关从业者的专业，也是他们的本事。比如钉钉在年初的时候用鬼畜的方式调侃自己遭到了学生们差评的这个事儿，不仅化解了他当时的公关危机，同时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营销案例。那相反，如果你这家公司自己做错了事情，并且呢你的这个错误连累到了其他人或者其他的公司，你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帮人家挽回损失，也不是去向人家赔礼道歉，你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借势营销。借势营销的过程中呢，还要把自己弄成一个弱势群体，还要去博得大家的同情，这样的公关思路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呢？我个人呢非常尊重每一个职业，但也请有些 PR 大佬们把我们普通人当个人看。毕竟有句老话讲得好，你拿别人当傻逼，别人也会拿你当傻逼。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祝为我点赞3连的朋友们都能够一夜暴富，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